你会发现很多影片不是做不好，是根本没有人点。问题通常不在内容，而是你的说图。这支影片我会用 Canva 来教你做出一张真的会被点的 YouTube 说图。How's Grayson？ 这频道专门拆解 YouTube 流量以及变现逻辑。如果你想把频道当成事业来做，一定要记得对我频道。在开始之前，你先记住一个最重要的原则：一张好的说图，它不是好看，而是让人一眼就想点。那现在呢，我来到我的 YouTube 首页上面，来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展示到我 YouTube 首页上面的说图，哪些算是吸引人的说图，哪些是不够吸引人的。那比如说这张说图，虽然说它的说图上面是没有任何文字的，但是呢，它的说图是带有情绪的。那它的标题翻译成中文呢，就是关于我健康状况的意外更新。再配合上它说图上面的情绪呢，就会让观众觉得他想要去知道到底发生什么。那它旁边的这个影片它的说图呢，就是一个比较难吸引观众说图的。首先呢，它整体是比较灰暗的，然后呢，它的说图是比较模糊的，而且它说图上面的文字呢是比较多的，并且这些文字是没有办法去给观众的情绪的。观众即使滑到了，也没有一个理由让他觉得他现在就想去点击观看。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现在有710名的订阅者，但是影片发了3天之后呢，只有19个观看量，就是因为这个说图呢，它没有办法去吸引到观众。那这个影片的说图呢，它也是比较吸引观众的。它的标题是剪接师的苦劳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值钱。然后呢，说图上面呢，它人像有表达出一种情绪，然后在左边呢是有文字的，剪接师月收多少，真实公开。文字比较简单，能够让观众一眼就能够看到你想要表达什么，并且整体说图的背景呢，也是能够去突出文字还有人物的，也是匹配整个影片的主题的。那接下来呢，我就展示给大家如何去使用 Canva 来制作出你的 YouTube 影片说图。那 Canva 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首先呢，你可以选择它左边的范本。如果说你是一个设计新手，你并不知道应该如何从零开始设计，那我是非常建议你去使用 Canva 里面的范本功能的。在这边呢，你可以搜索 YouTube 说图，那这边呢就会提供给你非常多关于 YouTube 说图的范本了。在你使用 YouTube 说图范本的时候呢，你需要去注意一下，如果说你发现右下角有一个皇冠的标志，那证明呢它是需要你升级到 Canva Pro 才能够使用的。如果说你看到右下角是没有的，那么就是免费版本的 Canva 也是能够使用的。那如果说你想找到符合你频道主题的说图的话呢，你在上面可以输入关键字，比如说股票投资类的 YouTube 说图，那这边呢就会展示给你符合股票投资类的 YouTube 说图了。当你选择一个范本之后，你可以看到底下呢会有更多类似的范本，或者你可以直接选择这个自定词范本。那这边范本里面的所有信息呢，你都是能够修改的，包括这些文字你是可以调整的，这些元素你是可以删掉移动的，都是可以的。然后这个人物也可以替换掉，以及呢这个背景的图片你可以选择分离背景图片，这些呢都是能够调整的。那在左边呢也可以选择范本，然后你可以在这边也可以描述一下你想要去找的说图范本。这边呢我会更建议大家去输入英文的关键字，能够去找到更多相关的范本。比如说我想找的就是影片剪辑软体推荐类的说图的范本，你可以看到呢这边就会有展示给我很多关于类似的范本。比如说这个，我呢就可以使用它的范本，然后呢改成我的风格。或者说它有一个 AI 功能，就是你可以直接输入关键字，让它去生成相关的说图范本，可以看一下。那这个呢就是 Canva 的 AI 帮助我去生成的说图，那算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说图。然后我在这边呢可以去修改里面的信息，以及呢加上我的一些元素，这些都是可以的。那如果说你想完全从零开始去设计你的 YouTube 说图，你可以回到这个范本这边，然后选择这个建立空白的 YouTube 说图，或者说你刚才已经打开了说图范本它的编辑界面，那你可以直接选择这个新增页面，在这里呢它就会生成一个 YouTube 说图标准尺寸的范本，你就可以开始在这边直接设计了。那通常在我开始真正设计说图的时候呢，我不会直接开始去做设计，而是呢我会先去看一下现在在 YouTube 上面已经有哪些相关的影片了，他们的说图是怎么设计的，他们流量怎么样。那我想做一个影片剪辑软体推荐的影片说图，然后呢我就可以在 YouTube 的搜索栏里面呢去输入这个关键字，就会发现这些影片呢出现在了搜索结果里面。我看到呢这些人的说图呢都会把影片剪辑软体的标志去放到说图里面，会让观众非常直接的知道你想要去表达的意思。
你可以看到大家的设计风格呢，都是会把影片剪辑软体的标志去放到缩图上面，有一个快速准确的表达的。这个缩图也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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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所以呢，我就能够去借鉴他们的缩图设计的风格，也是做出一个类似的样式的。所以呢，我就回到 Canva 里面，先要去给这缩图呢加上个背景。那我希望有个背景呢，就是影片剪辑软体的操作界面。我可以来到 Canva 左边的缩图，这边呢输入关键字，这背景呢就是我想要的，展示了操作界面，然后呢也不是非常清楚，带有点模糊感。我可以右击把影像视为背景。然后呢，我希望盖上成黑色，然后给它加上一个透明度，这样我就能够突出我的人物、文字以及影片软体的标志了。选的元素，这边选择形状，选择这个正方形，把它变大。如果想要去同时变大的话呢，就按住键盘上面的 Option 或者是 Alt。如果说你是 Windows 电脑，然后选择这个更改颜色，把它改成黑色，同时去调整它的透明度，调整到大概65%。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已经做好背景了。然后呢，需要去加入我的人物，因为呢，我之前已经上传过人物头像了，所以我可以选择上传。这边呢，我加入了我的人像，但是呢，它背后有个背景，我并不需要去使用到这个照片的背景，我就可以使用 Canva 的背景移除工具，选择它。这时候可以看到呢，2秒钟的时间，我的照片的背景就被去除掉了。那如果说你也想使用 Canva 这个背景移除工具的功能，它是需要你升级到 CloudPod 才能够使用的。假如说你想尝试一下，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获得 CloudPod 30天的免费试用，就可以去使用这个功能了。然后可以把它放大，接着呢，我可以调整一下我的照片人像，选择编辑，这边呢可以选择调整。Canva 有个 AI 功能，就是能够自动调整你的照片画面，可以先试一下。那你可以看到呢，它就把我的人像呢就变得更黄一些了。那这不是我想要的，可以选择后退。这边呢，我只是简单的想把我的人像呢提升它的亮度，它的对比度加强一些，增加一点饱和度，这样就行了，可以让整个照片看起来更亮一点。然后我想让我的人像呢有一个发光的效果，可以选择编辑，这边选择阴影，然后选择查看全部，这边找到光晕选项。那我现在光晕呢它是黑色的，我需要把它变成白色。你就可以看到我的人像呢就有一个发光的效果，然后可以把我的人像呢调整它大小。那如果说我想让我的光晕的尺寸呢更大一些，我可以调整它的尺寸，就可以看到会有一个这样的效果了。然后左边呢，我需要加入我要去推荐的剪辑软体它的标志。这边呢，我介绍一个 Canva 里面的应用程式，选择应用程式，然后你搜索 Brand Fetch， 这边呢你就可以输入你想要去找的品牌名了，比如说 CapCut 加进来，然后 Filmora 就加进来。Canva 给加进来，然后呢就可以加入文字了。选择文字选项，选择新增文字方块，然后调整它的位置和尺寸。那如果说我要去修改它的字形的话呢，可以选择这上面的字形，然后修改这个字形，以及呢把它变粗，改变它的颜色，变成黄色。同时呢可以给它加入一个描边，选择效果，这边给它加入一个外框，调整外框颜色。这边呢我选择白色，看一下，白色不行，那选择红色。红色呢是可以的，然后呢，我可以调整一下它的字间距，调节字母间距，然后这些 logo 呢可以调整一下，我可以把它旋转一下，让它不要非常的正立的站着，然后呢，可以把它的间距呢调节一下。那如果说你想让这3个标志平均分配空间的话呢，你可以选择这3个标志，按住 Shift， 然后呢选择位置，这边有排列，然后呢让它们平均分配间距，选择这个整理。这样呢，它们的中间的间距呢就是一样的，所以调整它的大小，调整它的字的空间，或者说我想体现这个是2026年最新的推荐的话呢，我在底下可以加上2026，我可以按住 Option 或者是 Alt 就可以复制了，然后把它改成2026，我可以调整文字它们之间的位置，然后这个2026呢，把它变小一些，让这些 logo 还有文字呢处于居中的状态。还有一个操作呢，就是我可以让这些标志也有个阴影，这边选择编辑，选择阴影，然后选择查看全部，这边给它加入个阴影。现在我这个标志呢，它就是有阴影的，可以让它模糊化更高一些，调整它大小。那像我可以直接复制这个样式到其他2个标志上面，我选这个刷子的标志，然后点击这个标志，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标志也有阴影了。再点击一下，选这个标志，这样3个标志呢都是有阴影的。现在呢，再调整一下它们的大小，然后呢重新整理一下它们的位置，全选择位置，然后呢选择整理，
那现在呢，我们就做好一个 YouTube 影片的缩图了，我们就可以选择导出了，选择右上角分享，选择下载。因为现在呢，我有3页的设计，我只要我的这一页，我取消勾选第1页和第2页，只勾选第3页，然后选择完成，再选择下载。然后会建议大家先来到这个免费的网站上面去测试一下你的缩图，它叫 Sansa.tv。你可以在这边去上传你的缩图，以及呢在底下去输入你的标题，它就展示给你现在的缩图还有标题在 YouTube 上面的不同功能、不同尺寸大小的界面里面具体展示的样子，你就可以去判断你现在设计的缩图在观众看到的时候是否是清晰的，上面的元素是否能够让观众快速的知道你想要去表达的意思。那你可以看到呢，我这缩图还是做的比较清楚的，在不同大小界面里面呢，上面的文字、上面的元素呢，都是能够让观众看得清楚的。这样呢，我就知道我的缩图呢设计是正确的，就可以去真正上传到我的 YouTube 影片上面了。现在你已经有一张会被点的缩图了，但是如果你上传设定做错了，那么你的影片还是可能完全没有流量的。所以我帮你整理一个完整的影片上传流程，来教你怎么把这支影片的流量最大化。你可以点击这里继续观看下一部影片。